搞什么东西？出海1个月就捞这点破烂货，林旺桃呢？他怎么还没来？海哥，我来了。旺桃兄弟，你终于来了！哥这1个月没打到什么大鱼，只要你能让我这次出海保住本，我就给你6万当辛苦费。海哥，你放心，有我的眼在，你肯定赔不了本。又亮绿光了，林哥这双眼睛真邪门，能直接看清海底藏着什么。浪三，你小点声，赚钱呢。左前方120米，海底礁石缝，一窝巨型石斑，还有2条白金钟大黄鱼，是深海之前大货。旺桃，你确定？我刚刚在那里网过一次，什么都没有。海哥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要是什么都没有，我1分不要。我的天，海哥，真的全是上等大货，随便一条都能卖上万。好小子，果然没白养你这么多年。这批货卖给海鲜采购商，至少净赚100多万。100多万，旺超，这次靠你捞到这么多货，海哥给你的抽成肯定不会少。旺超当初说好的，这次捞到大货，我直接给你6万酬劳。海哥，只要你把之前拖欠我的10万给我就好。旺超说这话就没意思了，我先给你这次的钱，以后再慢慢给你之前的钱。但是旺超，话我说在前头，这成本都是我一个人承担的，6万实在太多了，所以这次我只能给你这么多。600。不然你以为6万那么好拿？旺超，你说说，船油、渔网、人工、码头租金哪样不要钱？海哥，出海前你许诺6万，如今大货捞上来，转头只给600，你耍我？600我都多给你了，知足吧。林旺超，要么把这600乖乖收下，要么1毛没有。海哥这么做，不怕我以后再也不帮你看海吗？哼，林旺超，船是我的，设备是我的，没了我，你空有一双看海的眼又有什么用？这么多年，我替你赚的钱够买几10艘渔船了，没有我，海哥今日恐怕也要空手而归。好可怕！林旺超的眼睛发绿光，像怪兽一样。看看，我就说林旺超是个异类怪物，长着一双发绿光的眼睛，正常人谁长这样？就是，也就海哥好心收留你，换别人早就把你赶出海港了。林旺超，你今天要是跪下给我磕头赔罪，我就留你接着干活。海哥还是心善，林旺超没船没门路，离了海哥只能在海边捡小鱼小虾糊口。海哥，你克扣酬劳还当众羞辱我，不出几日，我要你亲自低头求我回来帮你捞货。求你，哈哈哈！林旺超，你简直白日做梦！没你这个怪物，我照样赚大钱。这600赏你的，拿着赶紧滚！从今往后，我的渔船，我的码头，不准你再踏一步。海哥，你别太过分！旺超哥靠本事帮你赚上百万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自从2年前救了落海的阿彩，也就他还愿意维护我了。小丫头片子，少多管闲事！哼，浪三儿，我们走。旺超哥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别担心，阿彩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旺超哥，没有渔船，接下来怎么出海捞鱼啊？我早就料到海哥会翻脸，这些年每次出海，我都会悄悄存一笔钱。这艘新渔船是你的？半年前我就悄悄定下这艘船，怕海哥眼红使绊子。从来没对外声张，本来打算攒够6万尾款，再跟海哥摊牌单干，没想到他过河拆桥，也好，省得我再跟他虚与委蛇。旺超哥，船是有了，可咱们没有固定收购渠道。成立海鲜酒楼的王老板早就跟我说过，他嫌海哥坐地起价，一直想找靠谱货源，而且这片深海，只有我的眼睛能精准定位稀有大货，他海哥比不了。旺超哥，咱们今天去哪一片海域？去东边远海暗礁群，底下藏着大片野生龙盾、深海龙虾，市价比大黄鱼还要高出数倍。等咱们捞到大货，卖给酒楼赚到钱，看海哥以后还怎么嚣张。海哥敢断我前路，辱我人格，很快就会亲眼看见这片海域的财路换我做主。海哥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吵什么？一点小事都沉不住气。海哥，你快看，
那艘新船是林望涛开的，他居然真有自己的船，已经往远海暗礁群开过去了。好你个林望涛，我养你这么多年，养了一个白眼狼，竟然还买了船，存心跟我作对是吧？海哥，你别气坏了，他只有一双怪眼，没了你的设备，根本打捞不出东西。走，开足马力跟上去。等下到了海域，咱们抢在他前头下网，所有海货全归我们。好嘞，海哥，我这就去把发动机开到最大。望潮哥，你快看后面，是海哥的船，他追过来了。意料之中，他见我单独出海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不会是想过来找麻烦吧？这片暗礁群的货咱们先发现的，他要是蛮横抢渔货怎么办？这片海域的鱼群位置只有我清楚，就算他跟过来，也未必能捞到东西。林望涛，识相点就调转船头滚回去！这片海的生意轮不到你一个怪物插手。阿彩，不用理他，咱们继续往前，马上就到鱼群聚集的暗礁区。就是这里。哈哈哈哈哈！跑得挺快啊，林望涛，可惜还是被我追上了。底下的货归我了。识相就赶紧开船离开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老三儿，下网！海哥，这片鱼群是望潮哥先找到的，你不能这么蛮横抢货。海上规矩，谁先下网，货归谁。哼，就是，林望涛空有一双怪眼又如何？船没我们大，工具没我们好，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大鱼捞走？你们这张网捞不到值钱大货。哈哈哈哈哈！放什么大话？你刚指的位置清清楚楚。等会儿拉上来满满一筐大鱼，我看你脸往哪儿搁？东星斑、锦绣龙虾，这可都是好货。海哥，这送到王老板那里又要赚一大笔钱了。林望涛，看清楚，这才叫值钱货。你那小破网捞虾米都费劲。哈哈哈哈！好货都让我捞走了，看你那渔网空荡荡的，怕是根本没捞到什么吧？我们往前开几百米再捞。老三儿，跟过去。今天林望潮别想捞到什么好货。林望潮的网落得慢了，咱们就抢他前面下网。海哥，那要是他直接下网，咱没抢先怎么办？浪三儿，你傻呀！他要是下网下得快，你就拿长杆搅浑水，把鱼都下走，怎么也不能让他捕到大货。哼，这林望涛的眼睛也没那么神啊，这几次捞到的只有一些不值钱钱的小鱼。望潮哥怎么办？渔船要没油了。阿彩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。望潮哥，等下靠岸，酒楼采购商那边拿不出像样大货，咱们第一次出海就要落空了。别愁，咱们真正值钱的货不在甲板明面上。可是望秋哥，你每次下网都被海哥搅局，根本没捞到大货啊。今天的收获够多了，浪三，咱们也回去，还要跟王老板交货呢。海哥，我刚刚听到林望涛旁边的小丫头说，林望涛今天没有捞到大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就那一船垃圾货，还敢跟我叫板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姓林的，我劝你趁早打消单干的念头。没错，海哥今天满载而归，林望潮你那点小鱼小虾，连邮费都赚不回来。等靠岸我就联系王老板，把这批东星斑龙虾高价出手。今天纯利润，少说10几万。还是海哥眼光毒辣，早早跟上他抢鱼群，直接断了他的财路。等这批货卖完，我再囤几艘新渔船，彻底垄断这片近海生意。林望潮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海哥他们直接跟着我们出海，把大货都抢走了，现在还好意思叫嚣？海哥他们不会得意太久。望潮哥，你难道留了什么后手？阿彩，你放心吧，等上岸你就知道了。浪三，动作麻利点，赶紧把货都搬下来，王老板马上就到了。今天海哥捕的顶级海货，酒楼专供，有钱都难买。某些人自以为有双怪眼就能单飞，到头来就捞几条小石斑，连码头停泊费都要交不起喽。
不用急，好戏在后头。海哥，我刚收到你消息，特意赶过来收海鲜。你可是保证这批货品项顶级的。王老板，你放心，今天这批全是深海野生货，拿去酒楼做招牌菜，绝对不愁客源。这位是，船上也有渔货要出手。哼，王老板不用管他，以前跟着我干活的，眼生有异状，脑子拎不清，非要自立门户。是啊，王老板，林望潮今天跟着我们出海，结果就捞点不值钱杂鱼，根本入不了你酒楼的档次。王老板，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是海哥他们抢了望超哥的大货。哼，上好大货，就这几条小鱼，你这破鱼送我们都不要。这林望潮真是想不开，非要自己出海捕鱼，亏得要喝西北风了。做生意讲究先看货论价，既然海哥的货已经搬上岸，我先查验他这批。王老板尽管先验货，等你看完他的货再来看我的，到时候你自然会做选择。还嘴硬，王老板，林望超这小子今天就网了几下，全是些臭鱼烂虾，没什么好东西。谁说我没捞大货的？王老板，你别听林望桃说大话，我先给你看看海哥捕的海货。品相完美的大红东星斑，还有这么大的锦绣龙虾，都是海鲜酒楼抢手的高端货啊！海哥，你这批画品相没得说，刚好能补上我酒楼高端宴席的缺口。王老板要是满意，咱们直接敲定长期合作，以后我船上所有高端海货全部优先供给你，那再好不过。我正愁固定高端货源不稳定，咱们现在就能敲定长期供货协议，听见没有？王老板要跟海哥长期合作，某些空有一双怪眼的人只能看着干瞪眼。王老板，别急着签协议，不妨一步到我船上看看我的渔货。小伙子，甲板上这些杂鱼我刚才看过了，档次和海哥这批差太远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林望潮，你还要丢人现眼到什么时候？别耽误我们谈长期合作的正事。林望潮，就那几条小鱼也好意思让王老板专门去看？海哥的鱼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了，林望桃怎么可能拿出更好的鱼啊？不会是抹不开面子，非要打肿脸充胖子吧？那你们自己看看吧。这是200斤以上深海大龙冬，有价无市。我找货源找了大半年。王老板，你干什么？咱们刚刚说好长期合作，你别被他几条大鱼骗了。是啊，王老板，林望桃就这么几条大龙队，撑死卖一次。海哥船队天天出海，货源更稳定。稳定？你每次供货都坐地起价，还经常掺次品，我忍你很久了。王老板有话好说，我以后绝不抬价，所有海货给你最低批发价，你别换货源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找到更稳定的货源。望潮兄弟，你这批大龙选特大龙虾，我全部包下。太好了，望潮哥。还有，以后你出海的深海稀有海货，我酒楼收购，价格随你开，绝不压价。王老板，你想清楚，你要是跟他合作，以后别想从我手里拿常规海货。我9秒主打高端野味，这种独一份的深海大货，只有望超兄弟能捞到。至于普通鱼虾，随便哪家都能收，我根本不需要看你的脸色。海哥这下完了，唯一的大客户直接转头跟林望风合作了。当初那么羞辱人家，现在人家翻身，轮到他慌了。之前我跟你说过，不出几日你会主动求我回来，现在只是开始。对了，望潮哥，他们一直抢咱们的捕捞点，你是怎么捞到这些大货的？海哥捞走的只是礁石外围海产，真正藏在深海礁洞深处的大货，我早用密网分批捞进船舱、密封活水舱。海哥一心盯着海面明面上的渔货，只顾着抢表层鱼群，压根没留意我提前备好的小型密网。原来如此，他的拖网进不去狭窄礁洞，而细网刚好能钻进去捕捞大货。没错，那些不起眼的小鱼货，只是故意做给他看的幌子。望潮兄弟，今日的大货，我直接给你3倍市价。3倍市价？海哥平时最多只给1半的价格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怪不得王老板铁了心换公望商，换我也选林望潮啊。海哥，你没事吧？
王老板既然这么有诚意，跟酒楼的生意我便接了。正合我意。咱们现在当场签字，白纸黑字做准。望潮兄弟，以后你有任何需求，尽管跟我说。资金周转困难，我可以提前预付货款。多谢王老板支持。接下来我打算升级整艘渔船，再雇佣几枚靠谱船员，扩大捕捞规模。升级渔船再多招人，咱们就能跑更远的深海，打捞珍稀海产，再也不用被海哥抢捕捞点了。这批渔获的货款，我今天当场结清。另外，先预支20万给你，用来升级渔船、招募船员，资金不用你发愁。海哥，再这么下去，整片码头的生意都要被他抢走了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按我说的去做，不信治不了这个林旺奇。小心点啊，这批珍稀货可不能磕着碰着。放心吧，王老板，这海鲜我看着都稀罕。接下来，我打算先更换大功率捕捞加车和发动机过滤保护装置。好小子，我看好你，早点升级装备出海，你就更有底气了。这是宜早不宜晚，今天一些设备就能运过来。大龙段1、2、3，先装4只。师傅，你先喝点水吧，这一时半会儿也搬不完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我早就打好招呼，张主任收过我不少好处，今天非得扣下林望泉这艘船，我看他拿什么出海捞鱼。海哥，扣船会不会惹麻烦？人家手续要是齐全的话怎么办？随便挑个由头，就说渔业捕捞资质不全，先扣船再说。等林望泉耗不住，主动求我。咱们这样会不会太明显了？林望潮肯定一下就猜到是我们干的。老三，你怎么回事？跟我这么久了还这么怂？海哥别生气，我这不是多为你考虑考虑吗？知道是我干的又怎样？他有证据吗？只要拖住，让他今天交不了货就行。张主任，全靠您了。职责所在，我也是按规矩办事。是，您说的对。你就是这艘船的船主林望桃？是我。主任有什么事儿？来人，把渔船牵引绳接上，拖去扣押区。张主任，你为什么要扣我的船？接到群众举报，你这艘渔船手续不完善，现在依法暂扣渔船，停靠专用扣押国位，等候核查。主任不可能，望潮哥买船的时候全套证件都办齐了，捕捞许可、船舶登记证全都在船舱里。主任，有误会咱们好好说。这批高端海货我酒楼急着要，扣船耽误交货，损失很大。规矩就是规矩，证件是否齐全由我们核查，船先拖走。主任，举报的人是谁？我全套证件可以立刻拿出来给你现场核验，没必要直接扣船。举报信息不便透露，流程规定先扣押再核验。少废话，配合我们执法。主任，想扣船也要给个能说服我的理由吧。王朝，你就别影响人家张主任执法了。海哥，林望涛就靠这船吃饭呢，没了船不就又成穷光蛋了？他肯定急呀。王超，不是我说你，当初劝你跟着我干，有什么手续都由我帮你打理，可不是嘛？你看你非要自己单干，现在被扣船了吧？王超你呀，就是没当老板的命。你以为知道怎么看鱼群就行了？海哥说的对，这里头门道多着呢。他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渔民懂什么？林望潮，要是现在低头求我，我还能跟张主任说两句好话通融一下。海哥，举报我的人就是你对吧？你可别血口喷人，我只是好心劝你，跟我可没关系。望潮哥，要是船被扣，咱们升级渔船出海捞货的计划全泡汤，王老板的订单也没法交付了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是海哥记恨你抢生意，买通张主任，故意找茬。张主任，我全程合法购船办证，你所谓资质不全根本不成立。人家手续样样齐全，张主任硬扣船这说不过去吧？证件齐全也不能免除核查流程，船必须暂扣。你若是无端扣船，
我会向海洋事务总署投诉举报码头滥用职权。少在这里唧唧歪歪，我是依法办事，再阻拦就按妨碍执法处理。张主任，这林望涛赚点小钱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还敢跟您叫板？林望涛，你不是很风光吗？抢我生意，也不看自己有没有福气享。海哥，勾结管理人员恶意扣押我的船，阻碍合法捕捞，你以为能瞒得住？林望超，你可别乱泼脏水。是不是泼脏水？海哥自己心里清楚。说我勾结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那你听听这是什么？张主任，等下随便找个理由扣住林望潮的船，事后我给你2000块酒水钱，保证没人查出来。这事风险不小，万一对方手续齐全，反过来举报我们怎么办？我怕什么？只要把他困住，以后这片海的生意还是我们的。他们果然买通管理人员，故意坑人。怪不得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扣船，原来是收了好处。完了！林望涛，你什么时候录的？把录音卸掉！从你拉着浪三躲在仓库密谋的时候，我就全程录下录音视频，人证物证齐全。你想销毁证据，晚了。亏你们做得出来，仗手里一点权力欺负老实人。码头管理人员收受贿赂，恶意刁难渔民，这种事必须上报总局彻查，到时候不止丢工作，还要追责罚款。小兄弟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贪图一点好处才听了他的话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我再也不敢为难你的渔船了。张主任，你收了我的好处，现在反倒卖我。要不是你拿钱引诱我，我怎么会犯这种错？现在这事闹大，我的饭碗都要没了。既然都想摔别人饭碗了，我看是让海洋事务总局把你的饭碗也摔了吧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海洋事务总局举报热线。以后你的船进出码头，我全程放行，所有手续优先给你办理。只要你撤掉举报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滥用职权，为难渔户不是小事，能不能放过你，要看你后续怎么做。好，只要不举报我，一切好说。林望涛毁我客源，还把张主任卖得干干净净，今天这笔仇我必须得报。海哥，白天刚闹那么大动静，再动手会不会被人抓到？那今晚就先避避风头，明晚再行动。海哥，你想怎么做？夜里没人注意这边，你带2桶混满泥沙的海水，悄悄摸去他船上，全部灌进发动机油路。灌沙海水？那发动机直接报废，明天他一开船就得卡死抛锚，漂在海上。没错，船修起来少说几万块，看他还有资本跟我抢生意。要是运气差困一夜，他那批龙舵全得闷死。万一被监控拍到，码头老监控早就模糊不清，动作轻一点，没人发现。望潮哥，一切都没问题，咱们准时出发送货。好，那走吧，别让王老板等急了。怎么感觉有人在那边？没有啊，望潮哥，你看错了吧？海哥，我确认了，林望潮他们没发现发动机有问题。浪三干得不错，等林望潮的渔船一出海，就有他苦头吃了。您放心。不对，等等，望潮哥，这发动机好像不对。阿琴也发现了啊，放心吧，都在我的掌握中呢。昨天忙完分装渔货，我就提前给船上加装了微型夜间监控，正好录到浪三偷灌沙海水的过程。海哥也太歹毒了，发动机要是毁了，咱们明天根本没法送货给王老板。我早料到海哥会暗中使坏，发动机我额外装了过滤保护装置，泥沙暂时堵不住核心零件，我们稍微清理一下就好。海哥太阴险了，3番5次给我们使绊子。他做事破绽百出，正好又多一份送海哥进去的证据。望潮哥，咱们明明拿到昨晚的监控，为什么不直接报警抓浪三？只有一次作案录像，海哥完全可以推说是浪三个人行为，咱们拿不到他指使的证据。等浪三2次动手，人赃俱获，连同口供一起，
才能让海哥付出代价。怎么回事，浪三？你不是说你昨晚办成了吗？对啊，海哥，我昨天亲自灌的2桶沙海水。那现在是怎么回事？这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海哥，今早他们还没发现啊。不管你昨晚成没成，今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是还不行，你也就给我滚蛋。海哥，我这次一定办成。只要把混着粗沙的海水倒进发动机，海哥交代的事儿就算是完成了。谁在那儿？望潮兄弟，对不起，都是海哥逼我干的，所有坏主意全是他出，我只是跑腿。有什么话跟海监执法员说去吧。浪三昨晚就来对我们的发动机做手脚，今天想旧技重施，被我们当场抓获。浪三是吧？有人报警称你涉嫌非法竞争、恶意损坏他人财物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是海哥记恨林望涛抢了他生意，逼我来给林望涛发动机灌沙海水的。海监执法员同志，我可是好公民，怎么会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呢？海哥，我都是按你的吩咐办事的呀！胡说！我待望潮亲如兄弟，肯定是你自己看不惯从前同事帮工的望潮飞黄腾达，才下黑手的。亲如兄弟，海哥这样说也不怕闪了腰。海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见林望潮发达了，心里不平衡，但我自己哪有胆子干坏事啊？是你一再保证没事儿。违法怎么会没事啊？浪三，你就别再狡辩了，承认是你一个人的主意吧。海哥说对我没什么敌意，那这浪三这么害我，海哥后面不会还要继续雇他干活吧？望潮兄弟放心，这浪三敢害你，我肯定不会再用他的。海哥，你不能过河拆桥啊！我替你做了这么多事儿，你怎么能把一切甩给我？你自己心胸狭隘，可别赖我。海哥，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浪三儿，你想干嘛？海监执法员同志，你看，我跟海哥的通话记录还在呢，你们一查就知道是他的主意。浪三儿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背叛我！对我好，时不时就拿扣工资威胁我，让我替你干坏事，你自己凭什么舒舒服服的？我给你发工资，你就该听我的，还敢有怨言？其实我早就忍够你了，给那么一点工资就不把手下当人看。好啊，浪三儿，原来你跟林望潮一样是个白眼狼。哼，林望潮还不是被你逼走？没有人家，你哪能赚这么多钱？还以为自己多有本事。浪三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说的哪句话有错？你自己狗眼看人低，现在林望涛混的可比你好。谁说我只能靠林望涛的？我还有大把人才能用。像你这样的扒皮蠢货，看看还有谁愿意给你干活？干什么干什么？当着海监执法员面就敢打架，真是无法无天。这就叫狗咬狗。海哥自私自利，为了自己舍弃浪三，浪三跟他翻脸是必然的事。根据相关处罚条例，海哥与浪三需承担渔船维修全部费用和其他补偿，并处治安处罚。望潮哥，海哥这下总算罪有应得了，赔了这么多钱，看他肉疼那样。自从我离开，海哥就一直在赔钱，再不想办法，就离破产不远了。可恶的林望涛和浪三儿，害老子赔了那么多钱，人手也不够了。现在招聘一名帮工，要求精通捕鱼打捞技巧，随叫随到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啊！这海哥怎么突然想着招人了？这你不知道吧？浪三儿跟海哥闹掰了。浪三儿那狗腿怎么会跟海哥闹掰？听说是海哥让浪三对林望涛的发动机动手脚，结果被人家抓到了。海哥想让浪三顶罪啊！海哥这也太不厚道了吧？谁还敢给他做帮工啊？老弟，这么招工，怕是白费力气。你谁呀？你可以叫我老李。我刚才在旁边看半天了，码头人都躲着你，无非是缺能镇住场面、懂找鱼的老手。哎，我现在找普通船员都难，普通船员没用，想翻盘，得有我这种懂整片印海海况的人搭伙。
李老哥，你也是跑深海的，听你这话，路子很广啊。10几年远洋带队老船长，南北各大渔场跑遍，我只要看水流、观水色，就能精准锁定鱼窝。李老哥，真有这么大本事？哼，以前我带队出海，一网几10万渔获都是常事儿。外地渔老板高价挖我都没肯去。实不相瞒，李老哥，码头不少渔民都去找我那个死对头林望川报名了，我这边根本找不到靠谱帮手。以前靠林望涛的一桶捞高端海货，如今自己每次出海只能捞点普通杂鱼，根本抢不过对方。老哥，你要是真有这本事，就来我船上搭伙，捞上来的海货我7你3，绝不亏待你。这点分成无所谓，我不差这点小钱，就是看不惯后生小辈气焰嚣张。可不是嘛，这林望潮仗着自己有一双怪眼，连我这个钱老板都打压。跟着我，不出2趟出海，你流失的客源全部能抢回来，到时候整条码头的高端海鲜生意还是你的。明天我们跟林望涛同一天出海，我就想压过他，让码头所有人看看谁才是这片海的话事人。李老哥，这笔钱先给你当辛苦费。哎呦，这我不能收啊！李老哥，你就别推辞了，明天可全靠你了。那好吧，海哥放心，我明天一定让那个林什么潮颜面尽失。海哥，你想干嘛？小心把你自己的破船撞散架！林望涛，你今天算是撞大运，撞上我请来的远洋捕捞大佬老李。老李跑遍各大深海渔场，找鱼的本事甩你林望涛10条街。小年轻靠着一双怪眼就目中无人，根本不懂真正的深海捕捞门道。老李，咱们去哪里捕捞啊？前面这片水域底下藏满名贵海产，咱们优先抢占位置，让后面的人连残羹剩饭都捡不到。老李，还是你有本事，找得比林望涛快多了。望超哥，这个老李看着根本不像内行，满嘴空话，海哥怎么会轻易信他？他指的那片开阔水域底下全是锋利碎礁石，拖网放下去，最多捞到几条不值钱的小杂鱼。那老李真是个骗子喽。老李纯粹是摸透海哥急于翻身的心思，随口编谎话哄他。哼，等会儿满仓高价海鲜摆在他眼前，林望潮只能干看着眼红。看见没有？林望潮专往礁石堆钻，那种地方纯属白费功夫，根本捞不到值钱货。咱们安心在这片水域下网，坐等丰收就行。有东西了！我的天，真的全是东星斑！老李，你真是深藏不露的捕捞大佬。放心，这片海域的鱼窝我摸透好几年，外面人根本不知道，也就看你实在，我才带你过来分一杯羹。今天要是真能多报几网高端货，之前赔的钱全都赚回来。不过是随手一网的收成，算不上什么大事。后面咱们多下几网，货只会更多。有这么多精品东星在手，我直接去找省城采购商，到时候王老板看见铁定后悔。先继续下网，多囤点货回去不愁销路。后面几网全是不值钱的小鱼小虾，根本卖不上价钱。慌什么？咱们手里这批东星才是硬铜货，光靠他们就足够你翻身，这点小鱼无关紧要。也是，这么多东星斑，等靠岸卸货，全码头渔民都得看着我风光。望潮哥，那片开阔前水流平缓，没有礁石藏身，根本不可能自然聚集一大群东星斑。海哥还傻乎乎信老李的鬼话，那批鱼有问题。这群东星斑都是我提前托人低价收的带病次品，也就短期看不出问题。老李，这片东星落应该是没有了，咱们差不多回去吧。下次再带你换个地方，保管比今天收获还多。好，老李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我要想个办法先把钱要了，等回了码头就溜走。海哥啊，既然这次出海帮你捕到了这么多东星斑，说好的提成是不是该给我了？老李，你别急啊，等省城采购的总厨一买下这批货，
我立刻结给你。海哥，我们当时可是说好了，我只负责捕捞，你卖不卖得出去可不归我管。老李，你这说的，咱这么好的货肯定能卖出去啊，你别急呀。没想到海哥这么没诚意，你直接按市价5成给我就行。5成？我们不是说的3、7分吗？海哥，这次你先给我5成看看诚意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们就不用合作了。别，老李，5成就5成。望超哥，这么大的龙套，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。望超哥，咱们这一趟打捞的大货堆在一起，价值是海哥东星的数10倍，完全碾压它。海哥那批东星不对，根本不是自然深海野生货。短期泡海水掩盖病材，一旦离水久了，肉质会快速变质。啊？那海哥知情吗？以海哥的性子，怕是知道了也会卖出去。那我们要快点回去拦着海哥了，吃出人命就糟了。大伙儿都开开眼，整10几箱东星番，都是我们这次出海捞到的。海哥，实在对不住，我家里有急事儿，就先走了，下次再一起出海。好，老李你先去忙吧。大伙儿都开开眼，整10几箱东星斑，都是我们这次出海捞到的。海哥，我劝你别拿这批鱼卖给收购商，这些全是带病养殖次品，一旦酒楼加工上桌，会吃出问题。林望超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见我捞到大货，你眼红是不是？海哥，我没有污蔑你的意思，这批东星鲍真的有问题。年轻人自己捞不到像样海货，就靠诋毁别人渔获找存在感，格局未免太小了。海哥，望涛哥没有半句假话，鱼身上有没有暗病，他一眼就能分辨，纯粹好心提醒你。好心？我才不信那林望涛能有什么好心，想搅黄我生意还差不多。等会儿省城大采购商就要过来高价收走这批东星番，少在我跟前说些晦气话碍眼，赶紧走开。算了，阿才，我们先搬自己的货。这批东星鲍是你的？没错，整10几箱，看起来还不错。我们餐厅的规定是采购的海鲜要先试吃，确定没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亲自打捞的，都是纯野生深海东星鲍，今天保准让你满意。这什么东西？我的肚子！你这鱼肉一放嘴里就一股腐腥味直冲喉咙，怎么可能是新鲜打捞的？肉质发腐，这种带病次品鱼你也敢拿给高端酒楼供货？这野生东星鲍刚打捞上来的，不可能有问题啊！我自己吃给您看。这批货我们一概不收，从今往后我们餐饮集团永久断绝和你的所有合作。别啊，老板，这只是个别出问题，剩下的全都新鲜，咱们再尝几条行不行？看来你们这边的还有问题，否则打捞上来的鱼怎么会有腐腥味儿？你们这边的鱼我们是不敢收了，谁知道什么时候给客人吃坏肚子？总厨不妨留步，我这边同一片海域打捞的野生深海鱼，你可以试吃对比。倒是没有见过个头这么大、品相这么好的龙舵。只是方才同一片水域捕捞的鱼已经吃出问题，你这边的货恐怕也存在隐患，没必要再浪费时间。那片海域没有问题，海哥的鱼根本不是那片海域的。胡说！我自己捞上来的，我能不知道？林望超，我看就是你为了破坏我生意往海里下药了。总厨尝过我的鱼之后，自有评判。这鱼我全要了。大家干活仔细点儿，每艘船的捕捞设备、安全绳具都要逐一检查。咱们正位化干活，安全永远排第一位。阿彩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们这帮人出海几10年，经验十足，绝对不会敷衍了事。跟着望潮干活，我们心里踏实。今天我把话跟大家说透，跟着我出海做工，工资每月准时结清，不拖欠，不克扣，全员统一购买意外险，所有福利公开透明。我打了一辈子鱼，从没遇到过这么良心的老板。以前干活别说保险，
工资都经常被克扣。可不是嘛，之前给海哥干活，累死累活还要挨骂受气，现在跟着望潮干活有劲儿，做人也有尊严。新鲜硬海杂鱼，价格便宜，随便挑随便选，谁会买你的鱼？做人唯利是图，压榨手下，落得现在落魄下场，纯属活该。人品不行，鱼再好我们也不稀罕。凭什么？这片码头的生意本来是我的，我打拼这么多年，凭什么全都被林望潮抢走？望潮哥，咱们现在3艘渔船，10个资深船员，全程正对话管理，码头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再也没人敢小瞧我们了。这只是刚开始而已，不用骄傲。我们稳扎稳打，守住渔货品质，做好口碑，才能真正站稳这片海域，把生意做长久。望潮，你尽管放心，我们这帮老骨头绝对尽心尽力干活，绝不偷懒掉链子。跟着你一起把船队做大做强。同样是做海鲜生意，差距也太大了。海哥落魄摆摊儿，望潮年纪轻轻就拉起了正规船队，真是后生可畏。这就是人品决定出路。海哥心胸狭隘，忘恩负义；望潮踏实靠谱，善待手下，能翻身是必然的。望潮兄弟，恭喜啊！新船队办得风生水起，短短时间就在码头站稳脚跟，真是年少有为。周会长客气了，不知会长今日专程过来有什么好事儿？咱们码头有几十年的老规矩，所有私人渔船新生船队必须统一加入渔业协会。入会后，你的所有渔货由协会统一定价，统一对接批发市场出货，有我罩着，你的生意才能顺顺利利。周会长，我们船队有长期固定合作的酒楼渠道，价格公道，回款稳定，根本不需要协会统一出货。小姑娘不懂码头规矩，整个码头的海鲜销路、市场定价全由我们协会把控，不入会不听安排，你的货根本运不出本地。我做生意靠的是渔货品质和口碑，不是靠协会垄断、强制入会、强行操控定价，这种不合理的规矩，我不认。林望潮，我是好心提醒你，别不识抬举。整片码头的批发商、销售人脉都捏在我手里，你执意单打独斗，后续你的渔货卖不出去，烂在码头，可别怪我没提前打招呼。望潮哥，我早就听说这个周胖子品行不正，刚刚查了记录，他常年利用协会身份压价盘普特普通渔民，克扣大家的渔获利润，很多人敢怒不敢言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他不是真心纠正市场，就是想把我也拿捏在手里，变相压榨我的船队利润。望潮，周胖子在码头垄断多年，手段霸道，好多船队都被他拿捏过。我们这次怕是要被针对性针对了。不用慌，靠垄断拿捏人的生意长久不了，我们不走他的路子，自有我们的出路。望潮兄弟，对不住了，周会长已经下了死命令，整个批发市场不准收购你的任何渔货，我们不敢违抗，不然以后我们也没法在码头做生意。我们的渔货都是最新鲜的深海野生货，品相品质都是码头顶尖的，你们真的要因为强权放弃优质货源？我们也是夹缝求生，得罪周会长，我们的摊位随时会被取缔，实在没办法通融。望潮哥，现在彻底被封杀了。王老板的酒楼产能有限，最多只能消化我们40%的渔货产量，剩下的海鲜根本卖不出去，长期下来损耗太大了。既然别人的路不让我们走，我们就自己开路。依赖别人的批发市场，终究会被人拿捏。我们要自建销售渠道。我这2天刚好打探到一个消息，码头边上有一个老旧冷冻厂，设备齐全，但经营不善，濒临倒闭。老板愿意低价出租。太好了，拿下冷冻厂，我们就能自己做渔货分拣、冷冻包装，不用再受制于批发市场。望潮，自建渠道、租冷库投入都不小，现在还被封杀，会不会风险太大了？风险确实有，但这是我们打破垄断的唯一办法。周帕子想封死我们的销路，那我们就彻底绕过他，直接对接城市终端客户。我的规划很清晰，改造冷冻厂做分拣包装流水线，后续所有渔货跳过批发商，直接直供省城各大生鲜超市，从源头斩断周胖子的垄断控制。这个思路绝对可行，省去中间商差价，
我们利润更高，客户也能拿到新鲜平价的海鲜，双赢。大家分拣仔细一点，按规格分类包装，全程低温锁鲜，保证送到超市的海鲜和刚出海一样新鲜。放心，我们都严格按照标准操作，绝对不辜负第一批直供订单。你们的海鲜品相极佳，全程锁鲜，规格透明，比批发市场的货源优质太多了。我们源头直供，没有中间商加价，保证新鲜，保证品质，售后全程兜底。太火爆了，顾客反馈极好，我现在正式追加3倍订单，长期和你们源头直供合作。没问题，我们保证稳定供货，品质如一。听说了吗？望潮绕过批发市场，直接给省城超市供货，第一天就卖空了，彻底破了周胖子的封杀，太厉害了！周胖子垄断这么多年，没人敢硬碰硬，望潮是第一个打破他规矩的人。望潮哥，我们成功了！现在越来越多的渔民心动，都想加入我们的正规船队，不用再被周胖子压榨。这只是第一步，稳住直供渠道，打磨品质，我们就能彻底摆脱垄断，掌控自己的生意。跟着望潮老板干，有出路，有奔头，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吃饭。望潮哥，我刚刚彻底核算完所有账目，情况不太乐观。船队升级、冷冻厂改造、运输车队购置3项大额投入下来，我们的资金已经彻底见底了。王老板之前预付的20万资金，已经全部投入运营了吗？全部用完了，而且我们之前申请的银行经营贷款审核一直卡在流程上，迟迟无法放款，资金缺口越来越大。目前账上的流动资金仅只够支撑2个月的船人工资和基础运营开销。2个月内如果没有大额回款，我们就要面临资金断裂的风险。王朝，兄弟们都听说贷款没批下来的事儿了，大家都很担心，怕船队撑不下去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大家白白干活，更不会轻易放弃船队。你先回去安抚好其他船员，稳定人心。我们都相信你，只是大家都有点慌，怕好不容易做起来的生意就这样垮掉。现在我们还有必要继续购置新船、扩大规模吗？再投入的话，资金压力会彻底压垮我们。立刻暂停所有新船采购、设备扩容计划，现阶段所有资源全部收拢，集中保住现有超市、酒楼核心订单，优先保障员工工资和正常出海运营。困境只是暂时的，只要稳住基本盘，熬过这2个月，后续订单回款到位，我们就能缓过来，不能急于求成。我明白了，我立刻调整预算，砍掉所有非必要开支，全力节流保命，和船队一起共度难关。太过分了！省城3家生鲜超整特支，我们暂时没有其他出货渠道，集体压价，每斤海鲜直接压低2块钱。我早有预料，他们看我们资金紧张，渠道单一，想趁机压缩我们的利润空间。我刚算了账，扣除出海成本、冷库、运输费用后，压价之后，我们的船队利润几乎彻底归零，等于白干。现在利润这么低，忙活1个月根本赚不到什么钱，跟以前给海哥干活被压榨差不多，白辛苦了。本来以为跟着望潮能赚大钱，没想到现在遇到难关，1分钱利润都没有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下去。我知道大家最近心里不安，也清楚现在船队利润极低，大家辛苦付出，得不到对等回报。今天我公开所有账目、成本、利润详细，不隐瞒，不糊弄，让大家看清船队的真实情况。目前的困境是暂时的，超市压价是看中了我们的短板，我会和大家一起共度难关。我向大家承诺，绝不拖欠工资，绝不缩减福利。等我们开辟新渠道，一定给大家涨薪分红。王朝，我们相信你，你坦诚相待，不藏私心，比那些黑心老板强太多。我们愿意跟着你一起扛过去。对，我们跟着王朝干。大家放心，望潮哥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困境，我们很快就能摆脱现在的被动局面。老板，这批野生海参品相一般，外形不规整，生鲜超市那边直接拒收，说影响陈列售卖，只能积压在仓库。
这批海参数量不少，生鲜卖不出去，低价处理又太亏，扔掉更是可惜。现在彻底砸手里了。我认识一位资深老中医，精通食材炮制，我问问他有没有办法盘活这批海参。老中医告诉我，品相普通的野生鲜海参不值钱，但经过古法晾晒、烘干、加工成干海参后，营养价值翻倍，市场售价能翻整整10倍。10倍，差距这么大，那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加工，不用低价甩卖，也不用积压库存。没错，普通云虾只能走量赚薄利，精品干货才能赚高利润。我今晚就亲自试验加工，摸索晾晒、烘干的技巧。虽然第一批成品工艺粗糙，品相不算完美，但确实成功做成了干海参，营养和保存时长都大幅提升。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。接下来调整经营模式，普通生鲜鱼虾走量，稳住基本营收；野生海参做精品加工，主打高端市场，彻底打破利润精灵的僵局。这个转型思路太对了，高端干货，利润高，不愁销路，还能避开低价内卷。你这海参工艺太粗糙，晾晒不均，盐分把控不准，品相不达标，根本进不了高端市场，我们不收。我们明明是正宗野生海参，就是加工技术不到位，白白浪费了好食材。小伙子，你这海参原料是顶级野生货，可惜加工手法太业余了，火候把控、盐分配比、晾晒天数，每一步都差了门道，好东西都被糟蹋了。老师傅，您懂海参加工，还请您指点一二，我愿意虚心学习。我以前是国营水产厂的老师傅，做了一辈子干货加工，古法工艺我最清楚。你这海参差的就是标准化古法炮制流程。老师傅，我真心想做好精品海家加工，不想浪费野生好食材，也想靠正经手艺打破生意僵局。您能不能教教我？现在踏实做事、虚心求学的年轻人不多了。我看不惯这么好的野生海参被白白糟蹋，免费教你古法技术。太感谢您了，陈伯，有您指点，我们的海参肯定能做成顶级精品。我带你一步步调整工艺，从清洗、煮制、腌制到晾晒、烘干，每一步都教你精准把控，保证做出来的海参达到高端货品标准。野生海家织工不能急，慢火定型，自然晾晒，把控好湿度和天数，才能锁住营养，品相规整。这是古法工艺的核心。我都记牢了，每一道工序严格按照您的标准执行，绝不敷衍了事。对比之前的粗加工成品，现在的海参品相直接翻倍，一看就是高端精品货。这是正宗野生古法干海参，品相、营养都是顶级标准，肯定有人愿意和你们长期签约收购。望潮哥，我算了一下，精品干海参的利润是生鲜鱼虾走量利润的整整6倍，我们终于彻底摆脱利润精灵的困境了。陈伯，多亏了您的技术指点，我们才有现在的突破。后续每一批海参利润，我都给您抽取分红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我就是看不惯好食材被糟蹋，能帮到你们踏实做事的年轻人，我就知足了。您的手艺值得被尊重，分红是我的心意，绝对不能少。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好像是台风警报。所有人立刻停工，第一时间将所有渔船停靠稳固，加固缆绳，检查急靠设备，把仓库、活水箱的渔货全部转移到室内安全区域。收到，大家分头行动，抓紧时间完成加固转移，赶在台风登陆前做好所有防护。有没有人帮忙加固一下船绳？事后我给钱。以前嚣张跋扈、压榨众人，现在落魄了，没人愿意帮你，自作自受。望潮哥，他以前那么欺负我们，现在没人帮他也是他活该，我们不用管他。做生意，做人留一线。台风无情，船毁了他就彻底一无所有了。你带2个人过去，
帮他加固烂绳，稳住渔船。明白了。防风工作全部到位，所有人立刻撤离码头，到安全区域躲避台风，生命第一。望潮哥，我们的防护太到位了，全员安全，设备无损。反观码头其他散户，渔船损毁，渔货冲走，损失太惨重了。先别放松，风浪未完全平息，排查海面有没有被困落水的渔民。左前方50米海面有3名渔民落水，正在随浪漂流，情况危急。风浪还这么大，出海救人太危险了。人命关天，不能见死不救。备船，我去救人。多谢望涛兄弟救命之恩，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。不用行此大礼，都是乡里乡亲。以后跟着我的船队干活，我负责所有人的出海安全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再身陷险境，孤立无援。望潮不仅本事大、格局大，还心地善良，危难时刻挺身而出，真正撑起了整片海域。望潮哥，经过这次台风，整个码头的人都彻底服你了。各位乡里乡亲，我知道这次台风大家损失惨重，渔获再不处理全部烂掉。我代表渔业协会灾后帮扶收渔，给大家一条活路。周会长，我们也不想贱卖，可家里冷库进水，鱼放一晚全臭，实在没办法。我清楚难处，正常筛购价减半，我全部兜底收走，不用你们承担损耗，已经是大发善心。半价实在亏太多，但留在手里1分钱都拿不到，只能认猜。大家先别急着交易，我的冷冻厂冷库全部控制，所有渔货可以免费存放，不收1分仓储费，等行情回暖再出货。林望超，这里轮不到你多管闲事，协会统一收购是码头规矩，你故意出来搅局是什么意思？所谓灾后帮扶，实则半价压榨受灾渔民，趁天灾压低渔货价格，这不是帮扶，是趁火打劫。小辈不懂行业难处，我半价收渔已经承担巨大亏损，他随便开口免费存，后续损耗谁来兜底？我们冷库全套低温锁鲜设备，专人看管渔货，损耗我们自行承担，不用渔民出任何费用，比你的半价收购实在的多。免费存库，等高价再卖，可比现在半价卖给州长ฝ่划算太多。我苦心经营码头市场几10年，你一个后生随意破坏我的收购计划，日后协会渠道彻底对你封锁，别后悔。渔民的渔货有权选择卖给谁，存放在哪里，垄断压价的旧规矩早该作废了。咱们把鱼运去望桃的冷控，不卖给周胖子。会长，渔民全都走了，今天一笔货都收不到。走，回去再想办法。林望潮这笔账，我迟早跟他算清楚。大家不用焦虑，冷库24小时开放，后续我还会对接稳定收购渠道，保障大家收益。大家跟我来登记渔货数量，分类入库，全程记好账目。望潮，昨天多亏你免费开放冷库，我们才没有亏得底朝天。周胖子常年压价压战，我们实在不想再受协会管控。我们10几户商量一整晚，想跟着你一起干，脱离渔业协会，你能不能收下我们？我愿意带着大家一起增收，但不能像普通雇公众一样干活。我打算成立码头渔民合作社。合作社是什么模式？和跟着周胖子干活有区别吗？各家渔船归自己所有，出海捕捞自主安排，所有渔货统一走我的渠道销售，除去成本，剩余利润按照每家捕捞产量比例分红。合作社不克扣工钱，统一采购渔网、燃油，大批量采购能降低大家出海成本，还统一购买人身意外险，不用被随意压价，成本还能降低，利润按劳分红，这比协会好上100倍。我们全都同意加入合作社，以后全听你的安排。好，我们加入。既然大家信任我，今天咱们码头第一家真正属于渔民的合作社正式成立。稍后阿彩会给大家发放入社登记表。会长，码头散户几乎全部报名加入林望潮的合作社，咱们现在没有1户合作渔民了。没想到一场台风，反倒让他收拢所有人。先回去，
不能任由合作社发展壮大。短短1小时，17户渔民完成登记，咱们合作社规模一下子扩大不少。人多责任更重，之后账目、出海安排冷处管理，我们必须做到100%透明，不能辜负大家信任。码头渔民全部归渔业协会管辖，灾后补助申报材料统一由我汇总提交，散户不懂流程，交给我办理最合适。文件要求渔民自主申报，多人联合申报也可，不能由协会垄断名额。我们合作社17户渔民统一整理好每户受灾损失渔船维修清单，联合提交申报，每户资料齐全。你联合申报不合规矩，补助名额有限，分开申报才能分到更多。哼！之前台风损坏渔船，你半点补助消息都没通知我们，现在我们只相信合作社统一申报。本次灾后渔业补给重点扶持抱团发展，帮扶受灾群众的渔民团体。我刚看完双方申报材料，林旺涛牵头成立合作社，免费开放车库救助受灾渔民，申报资料公开透明，镇政府特意点名表扬。只是做了分内事，能帮同乡减少损失，理所应当。后续镇财政专项扶持资金，优先支持你的冷冻厂扩建，扩大储储和加工规模，带动整片码头渔业发展。领导，协会多年管理码头渔业，也有不少付出。灾后趁灾压低渔获价格，垄断申诉名额，群众反馈较多。后续协会运营模式需要整改。政府都认可旺超，以后咱们合作社发展肯定越来越顺。冷矿扩建资金有政府扶持，我们不用再担心资金缺口问题了。这份任2是所有人一起争取的。后续扩建完工，咱们的产销渠道会更加稳定。周胖子海鲜报价远低于你，门店客流被低价货抢走，高层要求你同步降价，否则只能缩减合作订单。我们渔获全程深海野生，冷链锁鲜，品质和普通养殖货完全不同，降价就没有任何利润，连船人工资都无法保障。周胖子手里囤货量巨大，资金充足，咱们硬拼价格根本耗不起，要不稍微下调售价，稳住订单。周胖子各意赔北低价倾销，只为逼垮合作社。他每卖出一批货都在亏损，这种模式撑不过1个月。我们一旦跟着降价，只会全线亏损。可门店销量持续下架，高层压力很大，我很难长期顶住。短期内我们不降价，但会推出差异化高端海鲜产品，和周胖子低端养殖货区分开，2类货品互不冲突，不会影响门店营收。林旺涛不肯降价抢占市场，不出半个月，所有超市都会终止和你的合作。到时候你的渔货就全部积压冷库喽。依靠亏本倾销抢来的客源，等你资金耗尽，终究会流失。继续联系所有超市，再下调1成报价，我倒要看看它能撑多久。如果超市持续缩减订单，合作社这么多渔民的收益都会受影响。我们真的按兵不动吗？按兵不动，守住底价，同时立刻落地差异化溯源产品，打造别人复制不了的优势。等周胖子资金见底，就是我们反击的时刻。唉，现在也只能相信你的判断。希望咱们的特色产品能打开销路。陈伯，每条鱼、每盒干山葚的2维码都输入捕捞海域、出海时间、捕捞船员、冷链运输记录，信息全部真实可查，对吧？放心吧，信息一一对应，每一批渔获都留存出海影像，扫码就能完整查看全过程。市面上海鲜来源混杂，很多顾客担心养殖次品变质货。我们这套溯源系统主打透明安全，瞄准高端消费群体。现在中产家庭最看重食品安全，可追溯海鲜更好填补市场空白。我决定立刻增加高端专柜，主推你们带溯源码的海货。你家海鲜没有任何来源证明，不知道是不是带病养殖，我还是买带溯源码的野生鱼更放心。会长，顾客全都跑去林旺潮那边，咱们低价货再便宜也没人愿意买。不过是几张2维码放头，等新鲜劲儿过去，顾客还是会选低价海鲜。周胖子就嘴硬吧，溯源标签效果远超预期，高端超市订单直接翻1倍，我们完全不用再和周胖子打价格战了。线上咨询礼盒生鲜的顾客也暴涨，大家都认准咱们透明可追溯的品质。低价只能吸引短期客流，靠谱透明的品质才能留住长期客户，这就是我们对抗低价倾销的核心底牌。要不我们干海参礼盒也全部贴上溯源码，线上送礼客户认可度会更高。忘川哥，你快看，有人
发帖说咱们溯源二维码全部伪造，所谓捕捞记录都是后期 P 图，还编造内部员工爆料说渔获掺养殖次品。明显是周胖子找人干的，故意造谣抹黑，直接报警调取发帖人信息。现在报警反而会被对方倒打一耙，说我们打压舆论，先等子弹飞一会儿，同时安排人收集证据，任由谣言扩散。超市那边要是信以为真取消订单，损失太大了。越急着辩解，外人越觉得我们心虚。我已经安排技术人员追踪发帖 IP， 支付转账记录，能查到周胖子给水云的酬劳流水。多注册几个账号，转发帖子，把溯源造假的消息扩散到本地各大社群，毁掉它高端海鲜的口碑。放心，会长，论坛、短视频社群我都会同步发帖，持续发酵舆论。已经锁定发帖账号 IP 地址，绑定的手机号实名是周胖子远房表弟，转账记录也完整保存下来。证据全部收集完毕，明天开启全程直播，公开捕捞、质检、溯源全部流程，彻底澄清谣言。很多网友质疑我们溯源标签造假，今天全程无剪辑直播，第三方质检专员现场抽检，随机抽取5份生鲜、3盒干海参，现场检测肉质、海水养殖指标，全部符合野生深海海鲜标准，溯源信息和货品一一匹配。大家可以任意扫码核对，每一条记录都同步存入政府渔业监管系统，不存在修改伪造的可能。汪朝哥，直播间有很多网友质疑造谣帖的真实性了。散播谣言的发帖账号 IP 归属周胖子渔业协会名下人员，转账流水完整储存。恶意五黑合作社，我们保留追责权利。直播证据清晰，谣言不攻自破。我们追加5成长期订单，重点推广溯源海鲜礼盒。为了抢生意，顾水军造谣，格局太小，以后再也不买他家的海鲜。会长，现在全网都在责怪我们，之前合作的几家小型批发商也发来消息，要终止供货合作。没想到一场直播直接反转舆论，我们客源彻底流失。直播结束，新增几百个线上客户，合作社所有人士气都提上来了，口碑保住了。接下来，稳步扩张线上礼盒渠道，彻底拉开和普通海鲜商贩的差距。连续1个月低价倾销囤货，货款1分未结，今天必须结清欠款，否则我们停止所有供货。资金暂时周转不开，容我缓一段时间。再拖下去，我们只能走法律程序起诉。你低价赔本卖货，早就掏空现金流。周胖子资金链彻底断裂，仓库积压大批海鲜无人收购，想和你谈合并市场，双方统一供货定价，共同经营码头销路。合并市场我不能同意，垄断定价会再次压榨普通渔民。但我可以按当下市场价收购他们仓库全部库存。收购库存有什么附加条件？交易达成后，周胖子必须永久退出码头生鲜批发市场，不再插手海鲜收购生意。林旺桃同意按市场价收购你全部库存，但要求你永久退出码头生鲜批发市场，不再插手海鲜收购生意。现在无路可走，积压海鲜放酒全部变质，只能答应这个条件。斗了这么久，终究是我输了。以后码头海鲜生意全交给你们合作社。做生意靠公道，而非打压同行。若是以后想正经小规模经营，不垄断不压价，码头也容得下你。货款全部结清，咱们之间债务一笔勾销。周胖子彻底退出批发市场，码头再也没有垄断收购的势力，渔民终于能自主掌控渔获销路，垄断隐患消除。接下来全力推进海加工厂扩建和休闲海钓项目。淡干海参严克晾晒湿度，即食海参灭菌时长不能缩短，每一道工序严格遵循古法标准。整座工厂交由你担任技术总监，3条生产线同步生产，后续供货全国线上线下渠道。放心，我会盯紧所有加工环节，保证每一批海参品质统一，不砸咱们合作社招牌。农博会下周开炸，我整理了淡干、即炖、即食3款海参样品，报名参品优质农产品奖项。咱们自产加工海参，利润比单纯售卖生鲜翻几倍，合作社分红肯定能再提高。恭喜，望潮野生海参评本届农博会优质农产品金奖，是本地渔业唯一获此荣誉产品。感谢认可，我们会持续把控加工品质，推广本地深海水产。金奖一出，外地采购商主动联系洽谈批量拿货，咱们海味品牌
正式走出本地渔港。不少省外生鲜平台发来合作邀约，海参礼盒省外订单持续上涨。金奖只是起点，依托加工厂稳定产能，我们能持续开发更多深海加工特产，拓宽全国销路。我们专门开车过来，想租渔船深海垂钓，愿意出高价租赁船只和配套渔具。最近每天都有外地钓客找船，单纯捕鱼收益有限，开发海钓或许是新路子。我去调研周边滨海城镇海钓产业，改造2艘闲置旧渔船，打造专业海钓船，配套药具、简餐、专职安全员。我在本地旅游平台上架预约链接，标注出海时长、收费标准、安全保障。每次出海全程跟随，严格管控垂钓区域，禁止游客前往危险暗礁海域。我清楚所有近海安全水域，会时刻提醒游客注意风浪。试运行第1天，预约名额全部抢光，周末订单已经排到10天之后。码头海钓配套齐全，安全有保障。以后我们会经常组团过来。祝各位都能钓上深海大鱼，返航可以直接把渔货交给加工厂，加工礼盒带走。海钓项目新增稳定收入，不用只靠卖海鲜盈利，合作社营收渠道更多元了。不少海钓游客乱扔塑料垃圾，部分人使用违规大型鱼钩，破坏近海珊瑚与小鱼苗，海洋生态受损。接到10名环保投诉，现责令你的休闲海钓项目暂停运营，完成整改验收合格后才能重新开放。是我们管理疏稀，没有规范游客行为，我们完全配合整改，3天内拿出完整自律管理方案。我们可以印制海钓成念书，所有登船游客必须签字，免费发放便携垃圾袋，下船统一回收垃圾。加派2名专职环保监督员，全程跟随海钓船只，一旦发现违规高具，立刻没收，劝阻破坏生态行为。我可以提前向预约游客发送游玩须知，明令禁止违规垂钓工具。公约包含垃圾回收、钓具规范、禁钓区域、鱼苗放上规则。每艘船配备监督员与回收设备，随时接受工作人员上船抽查。整改方案覆盖全部投诉问题，执行力度充足，可以给予整改通过。方案合格，海钓项目恢复运营，后续定期上门检查，务必长期维持环保标准。还好整改及时，海钓这条收入渠道保住了。发展渔业不能牺牲海洋环境，生态守住，我们的生意才能长久做下去。林望潮合作会海钓环保整改方案完整可行，兼顾文旅渔业与海洋生态保护，全市作为示范案例推广学习。保护海洋是所有渔民的责任，我们会持续落实环保规则，给周边渔业从业者做出榜样。当初咱们只想安稳捞鱼卖货，现在码头变成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打卡地，变化太大。这是全体渔民一起坚守环保底线换来的成果，不能骄傲松懈。生态试片点挂牌后，游客暴涨，我们开海鲜小吃、民宿生意都跟着红火，多亏你的合作社。游客多，海钓、海鲜礼盒、渔家餐饮全线增收，家家户户收入都上涨。后续市里会推送旅游宣传资源，引流游客前来，推动渔业文旅融合发展。本周海钓预约量相比整改前提升60%，民宿、渔家饭合作订单同步增加。生态渔业这条路走通了，捕捞、经加、文旅算3条渠道并行，整片码头都能持续将收。我牵头设计的望潮海味礼盒上线首月，线上销售额直接突破100万。礼盒搭配干海参、手工鱼干、淡虾皮，过节送礼需求量极大。线上电商礼盒全靠你统筹运营，没你帮忙，整套产销链条根本运转不起。只是做好分内事，陈博把控干货品质，打包工人认真分装，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好销量。线上订单激增，加工车间加班生产礼盒干货都供不应求，需要增加加工人手。立刻扩张本地闲散村民进入加工厂，扩大干货生产线，保障礼盒供货。省外订单占70%，很多客户回购礼盒送亲友，复购率很高。推出不同价位礼盒套餐，适配日常自用、节日送礼2种需求，同时搭配海钓体验优惠券附赠。从当初码头互相扶持，到现在撑起线上全国销路，有你并肩，
我心里踏实。能跟着你一起把整片海域的生意早好，我也很满足。线上新一批2000份礼盒订单下来，车间需要加急分装。我先去车间安排分装事宜，礼盒货源不能断过。合作社分红稳定，福利齐全，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外地干活？林望潮赚大钱之后早就忘本，近期分红一年比一年少，只顾自己扩建工厂，压榨底层船员，我实在待不下去。老黄跟着望潮2年，他说的应该不会有假。咱们分红是不是真的在缩减？平时发分红都清清楚楚，账目公开，我不太相信，但心里还是犯嘀咕。大家可以翻阅完整账本，近1年每季度分红稳步上涨，各项福利、保险从未削减。老黄说辞完全不实。老黄近期痴迷赌博，欠下不少外债，合作社多次借钱帮他周转，后面反复问合作社要钱赌博被拒，他心怀不满才离职造谣。你不要随意污蔑我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之前你找我们借钱还赌债，我们都借给你，现在反过来抹黑合作社，太不厚道。不少年轻船员已经被流言影响，需要召开全员大会公开澄清，拿出完整证据。明日召开全体社员大会，公开全年财报，同步播放老黄承认赌博欠债的录音，彻底平息谣言。近期流传分红缩减，我忘本压榨船员的谣言，今天公开全部经营账目，所有人可自由翻阅核对。表格标注每季度捕捞收益、加工利润、分红比例、集体福利支出，每一笔收支都有票据佐证。分红每季度都在上涨，意外险、燃油补贴全部发放到位。老黄纯粹造谣。接下来播放老黄和同乡的通话录音，大家挺清缘由。我欠了一大笔赌债，合作社不肯再大额借钱，只能故意造谣抹黑，赌气离开码头。轻信流言，胡乱猜忌，是我们不对。以后我们只相信公开账目，不随意听信外人闲话。为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，合作社成立民主议事会，每季度全员开会商议分红、扩建、福利等所有重大事项，人人拥有话语权。新增一条铁律，任何社员刻意散播谣言，损害合作社集体名誉，一经查实，自动退出合作社。全体举手表决，是否同意？往后议事会欢迎所有人提出意见，账目永久公开透明，杜绝猜忌与流言。望潮做事坦荡，账目全摊开给我们看，跟着合作社干，我们放心踏实。整片海域的产业不是我一个人的生意，是全体渔民共同的家业，同心同德，我们才能真正守住这片海。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没？望潮哥，我最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咱们码头现在干活的基本都是老渔民，年轻一辈几乎没人愿意留下来出海。是啊，我们这帮老骨头干一天少一天，年轻人都觉得打鱼辛苦，风吹日晒，宁愿去城里打工，也不肯接手家业。再这么下去，再过几年，这片码头怕是连靠谱的渔民都找不到了，行业要断代了。我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。传统渔业看着辛苦没前景，年轻人自然不愿意干。想要行业长久发展，必须培养新人，更新理念。所以我联系了镇上的职业学校，打算联合开设一期现代渔业管理培训班，不教老旧土办法，专门教规范化养殖、冷链管理、市场运营。林老板这个想法太超前了，校企合作培养本土人才，既解决就业又盘活产业，我们学校全力配合。可是学费、生源这些问题怎么解决？很多渔民家庭担心花钱，年轻人也怕学完没出路。学费全部由咱们渔业合作社全额承担，不用学员掏1分钱。我还公开承诺，所有学成毕业的学员，合作社优先利用，入职就有保底月薪，稳定靠谱。这政策也太好了，免费读书包就业，我马上回家让我家小子报名。现代渔业管理不是单纯出海打鱼，还学做生意，管北枪，关键是免费学，结业还保底工资，比去城里进厂打工稳定多了。我报名。大家放心，望超哥是真心想带年轻人入行，把传统渔业做成正规行业，不会让大家白学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码头的新生力量。我希望你们学新技术、新理念，以后接替老一辈，把咱们本地渔业做大做强。谢谢望超哥，我们以前总觉得打鱼没前途，现在跟着您，终于看到渔业的希望了。码头好久没这么热闹了，全是年轻面孔，这下咱们渔业后继有人了。林王朝来整套。
海哥，我现在回去看看。望涛哥，海哥在门口站了一整晚，我劝了好几次他都不走。海哥，你在这里站一夜没必要。望潮，我知道我以前混蛋，处处针对你，打压码头渔民，我对不起所有人。我有前科，现在整个码头周边工地没人肯收我，我连零工都找不到，彻底活不下去了。我不求高位，不求高薪，只求你给我一口饭吃，给我一个干活的机会就行。我绝对踏实做事。望涛哥，他以前害我们吃了不少苦，何必再帮他？他落魄至此，也算为以前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。码头不大，总得给人一次改过的机会。起来吧，我给你安排仓库里说的岗位，负责渔货清点、冷库整理，工资按合作社标准正常发放，不克扣你1分钱。谢谢望超，我这辈子一定好好干活，绝不惹事儿，绝不辜负你这份恩情。没想到昔日嚣张的海哥，现在干活这么老实，每天最早来最晚走，一点不偷懒。望潮心胸是真的大，换做别人早就把他彻底赶出码头了。最近仓库整理的井井有条，账目也清晰无误，做得不错。能有一份安稳工作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我一定好好干，不给合作社添麻烦。知错能改就是好事，在我这里，踏实干活的人都有立足之地。望潮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外地远洋渔业集团来人了，他们要收购咱们码头的土地。我听他们说，要在这里建大型现代化渔港，到时候全部规模化作业。咱们这些本地小船根本没法跟他们比，大资本进来，设备、资金、渠道都比我们强，我们会不会被直接赶走？以后这片码头就没我们本地人立足的地方了。我核实过消息，远洋集团实力雄厚，布局全省渔港建设，他们的目标就是吞并我们这种优质近海码头，垄断本地渔业市场。大家先不要恐慌，恐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们祖祖辈辈扎根在这里，绝对不能被外来资本随意挤走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硬碰硬，我们肯定拼不过大公司啊！单打独斗，必死无疑。我们必须抱团取暖。我决定立刻联系周边所有孙镇的渔业合作会、个体渔民，联合起来，统一立场，统一应对。资本入局是必然趋势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主动出击，提前布局，找到和对方谈判的筹码，守住我们本地人的饭碗。我马上整理周边村镇渔民名单，逐一对接沟通，尽快组建联合应对团队。我们都听望超的，只要大家抱团齐心，就不怕外来资本打压。记住，市场可以竞争，但生存权利必须我们自己守住。这场仗必须赢，我们必须赢。谁是林望超？我是林望潮，您是？我是咱们镇上管渔业的主任。最近远洋集团想要驻扎咱们这里，我记得你办了个合作社，应该能代表大家吧？我能代表大家。好，那和我一起去和远洋的经理见个面吧。我们集团准备投入巨资建设现代化渔港，带动地方经济，增加税收。希望镇政府优先批复渔港用地，尽快清空原有码头散户渔船。不可能！小兄弟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吴主任，我们之前尝试高价收购本地渔船，渔民拒不配合，所以希望政府出面协调，帮我们扫清落地障碍。我明白你们的投资心意，也很欢迎优质企业来这边落地。只是本地渔民祖祖拜拜靠这片海生活，要是调整海域用途，这么多渔民的生计转型会很困难。我们基层的安置保障压力也不小。吴主任，既然远洋不想合作，那我也没有在这里待的必要了。望潮哥，远洋集团现在不直接跟我们渔民对峙，想用政策逼我们退让，手段太精明了。吴主任现在进退两难，想要大企业的投资政绩，又不敢牺牲本地渔民的生计，一直僵持不下。我早就料到了，硬碰硬对抗资本，对抗政策，最后吃亏的一定是我们渔民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难道只能被动等着被吞并吗？当然不能。对抗是下策，共赢才是上策。我今晚连夜起草一套完整的应对方案，不靠硬刚，靠共享利益解决争端。只要让吴主任他们看到双赢局面，让资本有利可图，同时保住渔人生计，这场僵局就能彻底打破。我帮你整理数据，梳理利弊，连夜配合你完善方案，明天一早提交给镇政府。
林老板，听说你连夜做了一套解决方案，既能留住本地渔民，又能接纳远洋项目，说来听听。我的核心方案很简单，不卖地，不清退渔民，实行码头共享、利益共享模式。第一，码头土地归属不变，允许远洋集团有偿租种码头泊位，用于大型渔船停靠作业。第二，所有泊位租金全部投入码头公共设施升级、修路、建防护堤、完善冷链仓库，全部惠及本地渔民。第三，远洋船队日常补给、小件装卸、本地短途配送优先交由我们合作社渔民承接，让本地人跟着大项目赚钱。我们可以存资掌控码头，没必要和渔民共享利益。你们想落地开工，就绕不开本地渔业资源，强行清退只会引发群体性矛盾，项目无限期搁置。共享模式，你们能落地盈利，渔民能保生机，双方共赢。这个方案太周全了，既留住了民生根本，又引进了外来投资，完美解决了我们的两难困境。你们不用投入巨额征地成本，就能入驻码头开展业务，大大降低投资风险，怎么算都划算。既然三方都能获利，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方案，不再强行收购土地，清退渔民。好，即刻落地共享码头方案，三方签订协议，正式达成妥协合作。这远洋公司的事儿总算告一段落了。还是汪超哥你厉害，说服了对方，大家共赢。汪超哥，出事了！远洋集团大批原冷冻鱼低价入市，价格压得极低，很多客户都被抢走了。什么？远洋集团毁约了？不是毁约，看来远洋还是想抢占市场。阿才，你算下咱们的成本。他们靠规模化远洋捕捞，批量冷冻压成本，我们的鲜活鱼在价格上根本拼不过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优势就没了。我们不跟他们拼价格，我们拼差异化。他们主打的是廉价冷冻货，我们主打的是本地鲜活，这是他们永远替代不了的优势。这样行吗？当然行，立刻打出2大核心卖点：24小时新鲜上岸，现场挑货透明溯源，让消费者看得见新鲜，买得放心。好。另外，立刻对接全城本地特色餐馆，推出码头直供晚宴新模式。码头直供晚宴具体怎么落地？让顾客亲自来码头挑选鲜活海鲜，选好之后直接对接合作餐馆，厨师现场加工制作，全程透明，现选现做，主打烟火气和极致新鲜。这个模式太新颖了，现在消费者就喜欢新鲜、透明、体验感，肯定能火爆。对，冷冻货再便宜也是冻货。我们的鲜活海鲜口感、鲜味根本不是一个档次，不愁没有客户。什么码头直供，不就是换个地方卖鱼？这点小打小昂也值得吹？哼！远洋的人又来了，来者不善。来者是客，不用紧张。林老板，你这场面撑死一天几百斤，我们远洋一天出货200吨，你们零头都不到。你们走量，我们走质，路数不同，没什么可比的。走质，海鲜这行价格就是王道，我们冷冻鱼批发价只有你1/3，再过2月你的老主顾全跑光，到时候这码头直供就是个笑话。冷冻货有冷冻货的风险，鲜活有鲜活的客群，守好各自地盘，市场大得很。风险，我们冷链全国一流，全程温控，倒是你露天摆摊，天一热死鱼翻肚比翻书还快，别太看得起自己。我们开业1周回头客超80%，复购率比你们高得多。小打小闹算复购率，真当回事儿？等我们全面铺开，你们连摊位费都赚不回来。说话太难听了，咱们辛辛苦苦做起来的，被他贬得一文不值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生意长在自己手里，把鱼养好，服务做好，比什么都强。这批冷冻鱼全臭了，解冻后腥臭味熏天，顾客吃了上吐下泻。我3车货2车发黑变质，冷链记录全是假的，你这是谋财害命！不可能，全线温控，自己去冷控闻闻，我全部退货，运费损失客户赔偿全得你兜着。200吨变质，吃出事故等着被告上法庭。立刻查冷链，所有问题批次全部召回。经理，6个批次200多吨，全召回，损失太大了。当初就该跟林旺涛拿鲜货，人家当天上岸当天卖，至少不会吃出人命。走，现在就去码头找他。
鲜货贵点，但不出事不坑人。林老板，我们坦诚沟通一次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市场博弈，我们清楚了，我们吞不掉本地鲜活海鲜市场，我们的冷冻货受口碑影响，高端市场完全打不开，而你们的鲜活货受物流产能限制，也难以全面铺开。我们本来就有合作，不是吗？林老板，我为之前的事道歉，我不应该利用合约的漏洞，而且恶性竞争只会两败俱伤，我们不如错位竞争，抱团共赢。我带来了合作方案，我们远洋冷冻鱼主打快餐连锁、食堂、大众平价市场，你们的鲜活海鲜主打中高端餐厅、精品生鲜市场，双方互不冲突。同时，我们开放全网冷链物流资源，共享仓储运输渠道，帮你们降低配送成本，拓宽销售范围。这个方案对我们太有利了，既能保住本地高端市场，又能借力大资本的全国物流网。我同意合作。竞争的终点是共赢，与其互相消耗，不如各司其职，共享资源，一起把本地海鲜市场做大。爽快！我们立刻签订正式合作协议，从此错位经营，资源共享，互利共赢。这就是最好的结果，既守住了本地渔民的饭碗，又借助大资本的平台，让我们的本地海鲜走出小城，走向更广的市场。原渔业协会会长周胖子因病正式病退，今日召开换届选举大会，投票选出新任协会管理层。林望涛同志深耕本地渔业，带动渔民增收，打破资本垄断，推动行业规范，年轻有为，实教突出。我推举他担任副会长。我也赞同。林望潮格局大，能力强，既能稳住民生，又能对接大资本，开拓新市场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经全员投票，你以全票高票当选，市渔业协会副会长，也是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会长，主管水产加工与区域品牌推广工作。感谢大家信任。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推动本地海鲜地理标志统一认证。以后我们所有本地渔获加工海鲜统一贴上望潮区域品牌标签，标准化品控，统一品牌输出，告别散户低价内卷，靠区域品牌提升价值，让所有本地渔民的产品集体提价，稳定增收。这个举措能从根源上提升本地海鲜的市场溢价，彻底改变低价竞争的局面。林副会长的规划眼光长远，是真正为整个行业所有渔民着想。我任职期间，不搞特权，不谋私利，只做一件事：擦亮本地海鲜招牌。带大家一起把产业做强，钱包做鼓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，林望超不能当这个副会长。奇怪了，海哥现在安分守己，一心为码头着想，怎么会突然站出来反对望潮的决策？这完全不像他现在的性子。大家别瞎猜，别乱议论。海哥不是无理取闹的人，他敢当众开口，肯定有自己的道理。先听他把话说完。望超，我今天站出来反对，不是反对咱们做品牌统一标准集体提价，我是反对你只待在办公室里做品牌。那你具体说说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我听听你的想法。我在码头摸爬滚打20多年，跑遍周边所有港口，太清楚外面市场对我们本地海鲜的看法了。咱们的海货，新鲜度、肉质、口感，样样都是顶尖，品质从来没输过任何人。可最大的短板就是没名气。对。咱们的确是没名气，外地的大采购商高端市场只认经营10几年的老牌大厂，根本不认我们这种坐在办公室里靠贴标签发文件做出来的新品牌，人家根本不信我们的实力。你在办公室定规矩、做标准、贴商标，只能稳住我们本地的小市场，根本走不出去。真正的品牌不是写出来的，不是贴出来的，是实打实跑市场跑出来的。你必须亲自走出码头，走出本地，让采购商亲眼看见品质，让客户亲口尝到味道，望海潮这个牌子才能真正的立得住，走得远。你说的对，我一心想着规整内部，统一品控，稳住根基，差点把自己困在方办公室里，忘了品牌真正的底气，永远在一线，在市场，在客户心里。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我们所有人都只看到了内部规整的好处，唯独海哥看清了外部拓市的短板。做产业内外兼顾，才能真正长久发展。你如果决定亲自出去开拓市场，我第一个跟着你。我年轻的时候在南方各大港口做过生意，人脉熟，门路广，我给你当向导，当帮手，陪你一起把望超打出去。你和海哥出去跑市场拓省外渠道是好事，能把品牌彻底打出去。但现在我们手上握着工业园区食堂的稳定大宗订单，还有加工厂日常生产、码头渔民调度，
后方根本离不开人。所以后方的所有工作，全权交给你坐镇负责。你统筹工厂、生产、品控监管、食堂准时配送、合作社日常运营，稳住我们的基本盘，绝对不能出任何纰漏。你放心出去闯，放心拓市场，家里的一切交给我，我保证订单零差错，生产零问题，码头运转稳稳妥妥。南方水产市场我太熟了，哪里流量大，哪里批发商集中，哪里高端一道多，我门儿清。这次南下，我肯定帮你少走所有弯路。我们做大宗散货批发，走的就是低价走量模式，只拼价格，不看什么新兴区域品牌。大哥，您再看看呗。你们望海潮没知名度，没市场沉淀，客户不认，我们拿货也卖不动，没必要冒险合作。我这些老实人，个个守着老思维，只认老牌大厂，根本不给我们新品牌一点机会。低端市场全是价格内卷，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。既然低端批发市场只拼低价不看品质，那我们就彻底放弃这条赛道，不参与无意义的内卷，我们专攻高端赛道。就和咱们和远洋一样，咱们现在可以主攻5星级酒店高端餐饮渠道，用实打实的品质征服市场，打响品牌。没错，低端市场拼价格，高端市场拼品质。我们的海鲜品质远超同行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。走，现在咱们去找高端饭店去。李采购，好久不见，今天冒昧过来，是想给你们酒店推一批顶级本地海鲜，品质绝对对标高端宴席标准。老海，我知道你人脉广，货源多，但我们酒店长期和大牌供应商合作，食材渠道固定，没必要更换新的合作方。老板，我们不强求合作，只是想让你亲眼验货，亲口试味。高端餐饮拼的是食材底色，我们的海鲜胜在原生态，零淡水，鲜度顶尖。市面上优质海鲜多的是，你们这种小地方出来的新品牌，能有什么顶级品质？我看还是算了，别耽误我们后厨备餐。你先别着急否定，望超的品控眼光在水产圈是出了名的准。我们这批海参、皮皮虾、石斑鱼都是今早现捕直发，全程冷链保鲜，没有一点存货。你们现在入库的这批海参，我刚刚路过瞥见了，大部分火候不均，肉质偏松，用来做高端宴席菜，很容易拉低菜品次次，甚至影响酒店口碑。你一个外来供货商，凭什么评判我们的食材？我做酒店采购5年，还需要你来指点？凭品质说话，我们可以现场对比时差，你们的货，我们的货，同台对比，口感、品相、鲜度一目了然。输的我们直接走人，绝不纠缠。就给我们5分钟时间，要是品质达不到你们酒店标准，我们立马离开，以后绝不登门打扰。行，我就给你们5分钟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的所谓顶级品质到底好在哪里。这肉质紧实度、色泽通透度，确实比我们长期采购的货源好太多，鲜香味也更纯粹。高端市场不拼价格，拼的是稳定品质和极致鲜度。我们望海潮做的就是精品货源，专供高端餐饮，性价比和品质远过大牌供货商。而且我们可以按需供货，定时配送，零积压、零存货，完全适配你们高端宴席的出品需求。确实是我刚才武断了，你们的食材品质没得挑。这样吧，我先拿这批样品报备总厨，通过了，我们先试签短期供货协议。大厨，刚好你来了，你尝尝这个海参的品质怎么样？这批新来的海鲜是谁供的货？品质远超我们所有合作商。是这2位老板带来的望海潮品牌海鲜，原本我没抱期待，没想到试吃之后差距这么大。小伙子，你们的海参肉质弹润，鲜味浓郁，没有丝毫腥味儿。最难得的是每一只品相均匀，品质统一，完全符合我们酒店高端私宴标准。我们全程人工精挑细选，统一捕捞，统一加工，统一冷链，每一批货都经过多重质检，保证品质稳定，零瑕疵。我们老板做事较真儿，不做一锤子买卖，不管订单大小，品控标准从来不会降低。现在很多水产供货商只注重走量，根本不把控细节。你们这种踏实做品质的商家太难得了，我直接给你敲定。
我们酒店高端宴席食材优先选用你们望海超的货，感谢认可，我们绝对不会辜负酒店的信任，每一批供货都会严格把控，助力酒店打造高端菜品口碑。明天你带全套资质和溯源报告过来，我们直接签订季度独家供货合同。后续高端海鲜品类全部优先和你们合作。之前是我眼光狭隘，太过傲慢，多有得罪，以后还请2位老板多多包涵。都是做生意的，凭品质说话，凭实力合作，误会解开就好。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。我们专注做好食材，你们专注做好菜品，双向赋能，共同盈利。喂，哪位？海哥出事了，周胖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你们在南方谈高端合作，现在到处造谣抹黑望海潮。周胖子，他不是退休了吗？还有他具体造什么谣？有没有影响到码头生产和本地订单？他跟所有南方采购商、酒店圈子说，你们的海鲜是散户拼凑货源，没有正规品控，贴牌代工，还说你们的资质不全，合作风险极大。现在好几家原本有意向的酒店都开始犹豫观望，不敢跟你们签约了。这个周胖子实在太卑劣了，正面竞争赢不过我们，就背地里搞小动作，恶意抹黑截胡。意料之中吧。周胖子虽然从协会上退休了，但他自己也有产业。我们刚刚打开高端市场，动了他的蛋糕，他必然会出手打压。现在我们好不容易谈下来的渠道，全都被他谣言干扰。要是不及时澄清，之前所有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不用慌，谣言止于证据。他空口白话抹黑，我们用全套资质、生产态账、质检报告和溯源数据说话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直接返程回去澄清吗？不用急着回去，我们先整理所有证明资料，线上同步给到所有合作和意向客户，稳住现有渠道。明天再逐一上门澄清，正面回击。还是你沉稳，越是出事越冷静。换做别人，早就乱了阵脚。做生意靠的是实力和口碑，谣言只是暂时的风波。只要我们品质过硬，证据齐全，迟早会不攻自破。领导，你可千万别被望海潮骗了，他们就是小作坊，拼凑货源，没有标准化生产线，所谓的高端纸质全是噱头。我深耕行业10几年，货源稳定，资质齐全，比起林望潮这种新进散户，我才是最靠谱的合作选择。周胖子，做生意各凭本事，靠造谣诋毁对手抢合作，未免太过小家子气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提醒采购方规避风险，算不上诋毁。实话实说，你空口污蔑我们贴牌代工资质不全，拿出证据来。没有证据就是恶意涂黑、不正当竞争。领导，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、生产许可、每批次质检报告、捕捞溯源校正、车间实景资料，全程自主生产、合规经营，不存在任何贴白和资质问题。周胖子长期低价内卷，以次充好，之前多次被商化投诉品质问题，反而才是真正的合作风险。证据确凿，你纯属恶意诋毁竞品，扰乱市场合作秩序。领导，他这些资料都是临时包装的，根本做不了数。 10几年的行业沉淀，全程可溯源的生产记录，岂是临时能包装出来的？你输不起就别玩市场，立刻离开办公区，我所永久拉黑你的货源，终生不与合作。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 误会彻底解除，我们不仅维持原有合作，还将旗下10家门店的高端食材供应全部交由你们望海潮负责。感谢信任，我们定当坚守品质，长期稳定供货，实现双向共赢。这一趟南下真的太不容易了，跑遍各大城市，顶住谣言压力，硬生生从低端内卷里杀出一条高端赛道。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没有你带路，对对接人脉，稳住局面。 我也没法这么快打开南方市场。说实话，我以前一直对你有偏见，觉得你年纪轻运气好，现在我是彻底服了。
你不靠套路，不靠抹黑，只靠品质和实力说话，这才是做大事的格局。市场从来不是靠手段赢的，长久的生意永远靠品质和口碑立足。我们这次一口气拿下多家高端酒店长期合作，年订单保底几百万，望雨堂算是彻底在省外站稳脚跟了。这只是起步，接下来我们要打磨产品，升级工艺，冲击全省渔业展会，把品牌做得更大更强。我全程配合你，不管是工艺升级还是展会筹备，我都全力兜底。等回去之后，我们立刻和阿彩对接，梳理后方生产计划，匹配新增高端订单，保证供货稳定。阿彩在后方一直稳得很，生产订单调度样样稳妥，我们完全可以放心筹备下一步的发展规划。恭喜你和海哥拓市成功。后方我已经根据新增高端订单调整了生产排班和品控流程，完全能匹配省外供货需求。现在我们品牌名气起来了，订单量暴涨，但常规海鲜产品同质化严重，想要长远出圈，必须要有独家新品撑场面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普通海鲜竞品太多，很难拉开差距。我们需要一款独家创新产品，打造核心竞争力。我跑市场也发现了，现在消费者追求便捷、高端、小众，传统生鲜海鲜竞争太大，新品类才有新机会。我早年留存过一套即食海参的老式工艺配方，口感独特，食用便捷，市面上几乎没有同类竞品，只是当年没有设备和资金落地。这个配方太适合我们了，开袋即食，高端便捷，刚好适配高端酒店和高端消费市场，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的独家王牌产品。如果这款新品试制成功，我们不仅能拉开和同行的差距，还能靠着独家产品拿下全省展会优势，彻底打响品牌名气。那我们立刻启动新品试制，全员发力，日夜攻坚，务必把这款即食海参打磨成爆红产品。我全程把控工艺细节，优化配方参数，全力配合新品落地量产。这批成品还是有问题，要么蒸煮时长把控不准，肉质发柴，要么杀菌不彻底，汤汁浑浊，完全达不到高端供货标准。老式工艺靠经验，现代化量产必须精准量化，温度时长、杀菌参数，差一点儿品质就天差地别。我们目前流动资金有限，反复调试消耗太大，要是继续失败，合作社资金压力会非常大。要不要暂时暂停？不能停，全省展会近在眼前，这是我们冲击全国市场的唯一机会，哪怕压力再大，也要咬牙坚持。接下来一周，我们全员驻守车间，日夜复盘数据，调试参数，不试制出完美成品，绝不罢休。我们都听你的，跟着你，全力以赴，攻坚新品，绝不轻言放弃。望潮的眼光不会错，这款新品一旦成功，带来的收益和价值远远大于当下的投入。既然大家同心协力，我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，支撑大家攻坚到底。参数终于调试到位，这个款极参汤汁清亮，肉质弹滑，开袋即食，品质远望市面同类产品，是真正的独家爆款。口感、颜值、便捷性全在线，不管是供货高端酒店，还是对外零售，都极具市场竞争力。这款创新深加工产品，填补了我市高端便捷海鲜的市场空白，是本都渔业转型升级的标杆成果。立刻落实专项扶持补贴，助力望海潮品牌参展拓市，全力扶持本土渔业创新发展。还好你一直坚持，我们终于熬出来了。以后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独家核心产品，不用再和同行低价内减了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家日夜坚守、同心攻坚的成果。做产业没有捷径，唯有坚守品质，勇于创新，才能长久立足，越做越大。从办公室做品牌，到一线闯市场，再到创新做新品，望海潮的每一步都稳扎稳打。我们跟着他干，绝对有奔头。守住一片海，做好一份品。我们本土渔业终于真正站起来了。